Jordan, and this is my oath.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You。最近有一個熱門話題，就是英雄對戰遊戲 High God， 中文譯名是高齡鐵衛。這款遊戲之所以眾人矚目，很大原因是因為去年 TGA 遊戲大獎突然憑空出現，成為 TGA 壓軸登場大作。一般來說，要登上這個位置，走下沒323還真是不容易。果然，高齡鐵衛也是相當有來頭。由前 Epic 與泰坦降臨資深開發者組成的獨資公司 Firelight Entertainment 經過4年機密研發所製成的 3A 大作，成本預估高達9000萬至2億美元，挾着 TGA 壓軸大作的威勢，在2026年1月26日一舉全平台推出，而且還是免費制線上遊戲，這不是超穩的嗎？因為實在太熱門了，所以 You 也很早就聽說過這一款了。不過 You 雖然喜歡射擊遊戲，但玩的都是 GTA 或極地戰壕之類有劇情的，不怎麼玩英雄對戰的類型。本來是覺得反正免費制的，什麼時候玩都可以，就先放置。沒想到短短16天風雲變色，上市首日光是 Steam 就接近10萬人同時上線，圖奇觀看人次更是一度達到36萬8千人，接着變成好評率僅 25%， 又變成2天人數下探1萬1000人。官方出面表示，玩家不用多，無論是1000人還是1億人，玩家喜愛才是重點。但沒多久又緊急推出5對5模式，第2季內容提早上線，首發2星期，左上角已經寫第2季了。壓垮最後一根稻草的是，突然有 Firelight 的離職員工跳出來說，公司80%以上的員工都被裁員了。這時，高齡鐵衛的 Steam 同時上線人數已經從最早近10萬人狂噴到最低1151人，玩家蒸發率是驚人的 98.82%， 而且是16天達成這樣的壯舉。雖然官方有公告說有保留核心團隊，遊戲會繼續服務，以防萬一 ，You 還是決定趕緊體驗一下，以免永遠錯過機會。進到遊戲畫面，其實畫質還是不錯的，比預告片的印象好很多。進入訓練關，就是這裡，歡迎來到黑德沃爾，讓我們開始守衛者訓練吧。哇哦，中文語音，而且配得還不錯，其實蠻有誠意的。訓練關卡會教你很多基本的操作，務必要全玩過。但還是很多細節要慢慢摸才能知道。純新手進戰場，還是會常常不知道自己要做什麼。這款遊戲分成3對3或5對5，2隊玩家都有自己的基地。大目標是攻下敵方基地。一場遊戲分成好幾個階段，第一階段算自由活動時間，你可以幫自己換槍，加固自家的基地，去挖礦賺錢買護甲或道具，簡稱收刮時間。一直到野外生成破盾器，就會進入第2階段。水泵站的破盾器即將成型，迅速動身。第2階段，2隊要搶破盾器，破盾器是一把劍。為什麼是一把劍不知道，但反正誰搶到這把劍，把劍插到對方基地前面的工程器的開關，就會決定誰是攻城方，誰是守城方。等工程器破壞基地護盾，就會進入第3階段。第3階段會在基地內巷戰，攻城方要在敵方核心或發電機埋炸彈，撐到引爆沒被拆掉就算贏了。下一個破盾器形成，如果防守方守下了，就又回到第1階段，大家回基地重新準備。修牆、挖礦、換武器，再等下一個破盾器生成。玩最長的一場，打了半小時才分出勝負。那遊戲好玩嗎？其實也蠻好玩的。如果你真的很理解整個遊戲的話，每個階段都必須考慮很多事情，像是選擇什麼武器、如何發育自己的角色、怎麼攻、怎麼守，都分成戰略面跟戰術面。但要說有沒有問題，問題確實也是蠻多的。很多玩家都說這款遊戲是縫合怪。把很多不同遊戲要素縫合在一起，的確是看得出來。這倒也沒什麼，很難有完全原創的遊戲。問題通常是縫得好不好。這裡談談 You 自己覺得不滿意的點。最不滿的大概就是挖礦。高齡鐵衛有資源的概念，要收集資源買武器護甲，讓自己的角色成長。這種玩法大概就像是英雄聯盟，在前期發育角色是很重要的事，但在這遊戲被簡化到剩挖礦跟找寶箱2種，沒有什麼打小兵或打野外王。找寶箱也不用探險什麼的，常常路邊擺一堆隨你拿。挖礦最奇怪，要有節奏的去挖，像音樂遊戲一樣，不集中很容易挖失敗。可是這是槍戰遊戲呢，而且還很講究戰略跟戰術。挖礦的時候還要配合節奏，原本腦袋就已經很忙了，連挖礦都得專心，真是非常沒意義。
不如讓我腦袋放空一下，隨便挖不好嗎？你可不是偶爾挖一次而已，每一場都要挖很多次。假如一场要按10次，一天玩5場就要按50次，一年就要按18000次以上。幸好大概途中就會肌肉記憶了，也許不是很困難。坐騎這個設定也沒什麼意義，會有坐騎多半是因為野外很大，所以需要跑快一點的載具。但上下坐騎其實也一樣麻煩，不如直接讓角色跑快一點，像 Warframe 一樣能高速移動不好嗎？人物分成走路跟跑步也很沒必要。平常是走路，按一下 Shift 會變跑步，不用按住也會一直跑步。如果你開槍之後繼續直走會維持跑步。開槍時有左右橫移的話，開完槍就會變成走路。有時覺得自己怎麼變慢了，才發現人物早就沒在跑步了。個人覺得真是莫名其妙。不然就按住 Shift 會跑步，不按 Shift 就是走路，或乾脆只有跑步，不是比較好嗎？這個遊戲地圖很大，但只有3對3或5對5，偏偏 TTK 採用類似特戰英豪或 CSGO， 屬於那種射幾下就秒殺，開槍到擊殺時間很短的遊戲。考慮老半天戰略怎麼走，戰術怎麼打，結果你跑個大老遠，可能跑到一半剛到目的地，跟敵人相遇幾秒就倒地回家。新手抱怨迷路老半天遇到人就被殺，老手抱怨老半天找不到人殺。如果同等級的玩家在一起還好說，現在新手老手混在一起，可以說双方體驗都不好。這個遊戲雖然是英雄對戰，武器卻是通用武器，也就是同一把步槍大家都能用，拿在手上能力也都一樣。是不是有誰拿狙擊槍比較快？類似這種特別的隱藏要素就不知道了，至少看人物列表看不出來。當然這武器系統個人覺得也是很有問題，武器分成不同品質，最低等級是白裝，再上去是藍裝、紫裝、橘裝，品質越高槍支越強。可是強在哪裡呢？到訓練場可以看到詳細資訊，主要是提升換槍速度、換彈速度，這2項沒什麼問題。提升穩定性、彈夾容量，後面這2個就不太對了。穩定性就是品質越高，後坐力越小，連發時上飄的幅度越小。如果是 PVE 那種打怪為主的遊戲，那當然是很不錯的增強。問題這可是 PVP 對戰型遊戲，後坐力不一樣的話，槍感不就完全不同了嗎？這款又是 TTK 很短的遊戲，開槍到倒地，生死就在一瞬間，你得瞬間根據手上槍的品質來調整壓槍的手感，這有可能嗎？而且更糟的是，不管什麼品質，手上的槍造型都一模一樣。一般類似的遊戲都是會有不同準勁、彈鼓之類一目了然的配件，這款高林鐵衛沒這種事，你只能看右下角的顏色判斷品質。好笑的是，藍色跟紫色還分成一般跟頂級工藝，也就是一個顏色有2種槍。光看顏色還是不能判斷手上是哪一把，那就不如只拿白裝就好吧。偏偏只要每次攻城階段，場上的槍或道具就會提升品質，等於系統會逼你換槍，你不去弄新槍，別人也會弄，戰場又會洗牌。彈夾容量改變我也覺得不行，同樣是如果打 PVE 那就很好用，打人類的話，尤其是高手對決，假設一把槍30顆子彈，高手心算對方打完30顆子彈，衝進去開殺，結果對方拿的是紙槍，子彈有40顆，然後高手就撲街了。如果是電競，觀眾只會看到進攻方莫名進去送頭，看不到其中心理博弈的過程。如果不能透過觀察來做決策，戰術就變成猜拳。當然，菜雞互啄場或單方面碾壓的話，武器品質的設計倒也影響不大。一旦到了電競城市，問題就出來了。狙擊槍是最誇張的，白裝品質的時候，這把槍是3倍鏡、6倍鏡單發狙擊槍，藍裝、紫裝都是這樣。到了傳奇品質的時候，居然變成2倍鏡、3倍鏡連發狙擊槍，這不對吧？這是變成別種槍了吧？要的是變強而不是變種吧？同樣，這在 PVE 說不定很不錯，但 PVP 居然這樣變，會很奇怪。陰影中歸來，高林鐵衛的武器不管拿在誰手上都一樣。不會因為英雄不同，造型就不同。又是第一人稱，看不到自己。你不放技能的話，甚至分不出來自己用哪個角色。換句話說，角色變成技能放置架，一點都沒獨特感。除非你花錢買造型包，會讓槍變造型，不然買造型也只能給其他人看。遊戲裡面也沒角色劇情或介紹。遊戲中跟隊友的語音也很自私，不會誰跟誰認識走在一起就有特殊對話。遊戲風格也很混亂。說是奇幻風格，卻每個人都拿槍，但又要找寶劍、啟動工程車，讓工程車去撞能量護罩。
所以說是攻城戰，本質上就是從開闊的野外進到室內埋炸彈。守城唯一能做的就是加固牆壁，材料不夠還不能修，打久了到處都是被放着不管的洞，跟挖礦一樣，工程要素被簡化到只剩皮毛。炸彈已拆除。英雄之中有奇幻風格，也有看着像普通現代人的角色，看角色群就知道為什麼被叫做新民特工 2.0， 倒是不會說特別醜，但一看就會愛上的也沒有。比方說這個像野蠻人的大叔，一般遊戲的話早就全身肌肉肥大好幾倍，怕你不曉得他是野蠻人。但這位給人的感覺就是大叔 cos 野蠻人，肚子的肌肉都被脂肪蓋住了。據說制作人表示這些英雄的靈感都是來自身邊的同事，難怪看起來都很路人。你也無法期待你的同事裡有體型像浩克的美術人員，或鬍子長得像甘道夫一樣的城市設計師，還有這個多納，我一開始以為是男的，想說這胸肌就夠壯，符合壯男角色，名字可能就翻譯嘛，別在意。結果越看越覺得她可能是女的，戴面具看不出來，這也難怪被稱作新民特工 2.0。實際新民特工被關閉之後 ，Wildlight 有吸收部分新民特工員工。這個角色換造型之後，倒是跟西索有90%像，我給滿分。不過大體上以英雄來說，這些角色都顯得有點樸素。你要問這遊戲很糞嗎？其實倒也不會，玩得上手也是會很好玩。但要說有沒有缺點，能吐槽的地方也是很多，有很多感覺必須大改的內容。只能說遊戲基礎雖然很好，最基本槍感跟操作都沒有問題，玩起來也蠻流暢的。雖然我第一局打完遊戲就閃退了，不過只閃退這一次。可是我覺得若是本身就喜歡對戰，又可以接受這些設定的話，遊戲本身也是不錯玩啦。只是我覺得前面提到的問題都會成為勸退的根源，導致新手留存率不高。當然實際會怎樣已經很難知道了。Wildlight 的團隊據說有100人，裁掉其中80%的話，剩下的人光是維持伺服器就很困難了。喜歡的人最好盡快享受一下，以免錯過玩不到就可惜了。那麼想看更多類似的影片，別忘了訂閱加小鈴鐺，才能第一時間收到影片通知哦。那麼今天就到這裡了，下次再會。